我們看到美國出手，還有一個是針對國民黨出手。那我覺得這次很有趣，就是說他這一次去接待韓國瑜，規格非常高。我們以前當然我們的立法院院長也有做國會外交，我們的立法院長也有到美國，也進了國會山莊，也跟了美國很多的國會來見面。但這一次韓國瑜有2個不一樣，第一個是他的規模非常大，他有40個參眾議員，連裴洛西都公開見面。第二個關鍵是他竟然見到了強生。我們知道美國國會議長，他是美國排順序的第3名哦。總統不行，副總統如果出狀況也不能逝世的話，那就是由國會眾議院的議長。當年的福特就是因為這樣子當上了美國總統，所以強生在美國的權力結構裡面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的。那過去台灣的我們的立法院有派人去，我們的以前的游錫堃啦，以前看到王金平啦，我們也到了美國。到了美國以後呢，你見不到眾議院院長，因為那個位置太高了，你最多見到了外交委員會主席，那就是非常高的位置哦。就你跟強生見面，不但見面，你還可以有這個照片露出來。相比什麼？我覺得他這個是給誰？給鄭麗文一個非常大的難堪。你今天韓國瑜因為配合美國，所以我讓你見到了美國眾議院院長。但你鄭麗文呢？我覺得很妙，他竟然我們現在這個資料已經出來了，他真的只見到了國務院的台灣科科長。我覺得那個美國很少對於一個台灣的政治人物對鄭麗文這樣子下這麼的重的手，給這麼難看的事情。你講的沒錯，這是一種對比跟羞辱啊。那對比跟羞辱之下呢，這個美國的乾脆就是你如果這樣羞辱他的話，你不要讓他來嘛。對、啊，你讓他來，然後再羞辱他。對，所以這個意思完全不一樣。如果你真的討厭他的話，你不讓他來嘛。對啊，對，然後你讓他來了以後，就這樣子羞辱他，美國等於在撕裂國民黨。就是說，在國民黨裡面鄭麗文、蕭旭岑代表親中路線，從親中變成親共。對，本來親中跟親共不一樣，但是現在國民黨等於混為一談。那美國拉拔韓國瑜，等於在國民黨內部培養親美派，對，讓親美派的聲音出來、勢力出來，能夠制衡親中派。也就是說，美國在對北京下棋。對，在國民黨裡面，你不是滲透國民黨嗎？對，你不是把國民黨拉過去了嗎？主席、副主席都是你北京的人嗎？所以美國已經講了，透過媒體人講嘛，鄭麗文是北京的人嘛，對，北京的代理人之類的，而且他是一個主播講出來的，對。然後呢，所以呢，現在美國透過國會這個系統，他正式邀請韓國瑜去，韓國瑜作為國會議長，對然後國會議長對國會議長，這是國會外交說得通啊，他並不是見到行政部門的人，沒有國務院，沒有白宮沒有白宮國家安全會議，沒有這些，他見的是那個國會這邊的人，那國會外交 OK 啊，名正言順啊。然後這也在實行那個台灣旅行法嘛，就是美國這邊的官員可以跟台灣的對口單位談事情嘛，做交流什麼的啊。然後呢，問題是，就像你剛才說的，為什麼還要把照片流出來？這個是個問題。然後呢，照片流出來就算了，你跟現任眾議院議長見面就算了，你還跟前任的見面這個方方面面就是強烈到不行的訊號。所以呢，美國希望在國民黨內部扶植親美派，讓親美派的聲音足以制衡親中派的一面倒，避免國民黨被一面倒的拉到北京那邊去。很明顯這是第一個作用。然後第二個作用的話呢，就是美國在重新界定台灣的地緣政治價值。就是以前大家都認為美國保護台灣是因為晶片，然後說除了晶片以外，美國還需要保護台灣什麼嗎？這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如果台積電在美國的設廠規模不斷擴大以後，那美國還覺得有這個矽盾嗎？矽盾還成立嗎？這樣子我還需要保護台灣嗎？對，完全沒有抓到一個重點，就是什麼？就是台灣的原始價值不是晶片是地緣政治價值。為什麼？在台灣有半導體產業之前，你說美國有沒有在協防台灣？當然有協防，有嘛？對，當時第7艦隊就在台灣。對，為什麼？因為其實早期的原理在於說，美國協防台灣就是在協防日本，台灣牽涉到日本的國家安全。後來這件事情逐漸從水面下浮上來，就是安倍講那一句話台灣媒體沒有意識到真正的內容。你說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媒體只報道這一句話，可是重點是後面那一句，全文是這樣：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所以什麼意思？安倍想講的事情是美日安保條約涵蓋台灣。這件事情我們台灣媒體沒有意識到這個嚴重性。後來呢，半年後，拜登去日本訪問，當着當時的首相岸田文雄的面，對全世界直播的記者會上講，記者只問他一個問題：美國會不會軍事協防台灣？就這麼一句問題。日本人在看這個老番顛拜登的肢體語言呢，結果拜登很清醒的說 yes， 很清楚
沒有流口水啊。然後呢，還補一句，那是我們做過的承諾。That's the commitment we made。問題是美國沒有對台灣有承諾哦。美國的承諾是對日本，美國承諾日本會保護台灣海峽的那個自由開放的航行。因為這是日本的海上生命線，事關日本的國家安全，所以美國對日本有承諾，要維持台海的那個安全，是這樣來的。所以呢，是講給日本人聽，對日本做了承諾，不是對台灣。然後這件事情被拜登這樣一講呼上來，對不對？最後被高市早苗正式的那個講出來。高市早苗是現任首相，而且是在日本眾議院最重要的委員會預算委員會答詢的時候講的。然後他講了，還比安倍講的更超前。他說，如果台灣有事，包括軍事衝突或者那個海空封鎖啊，構成日本的危機存立狀態，那麼日本可以根據現有的安保法律來行使集體自衛權。簡單講，就是日本要出兵。講得更直白，完全是因為美日安保條約涵蓋台灣這件事情。這裡補充一下說，美國在1979年跟台灣3條件，叫做斷交、會約、撤軍。斷交以後用台灣關係法彌補。會約跟撤軍以後，其實用美日安保條約來涵蓋台灣，很多台灣人不知道這件事情。所以呢，這個最近的話，一些事情陸陸續續出來，大家才明白，美國從來沒有離開台灣，沒有放棄過台灣，然後現在用各種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再繼續協防台灣，包括直接給中共壓力。以前的拜登的協防概念是什麼？是在台灣海峽布防，你中共打過來，我們抵抗，是這樣子。川普的想法不是哦。川普的想法是，我要拿掉你的軍事侵略能力，所以呢，是你打台灣，我就轟炸北京，是這個來的。美國協防台灣到什麼程度？不惜與中國開戰，是這個地步。它不是什麼斬首行動的那個轟炸北京，不是的。難怪我在找你談這個題目的時候，你就說這個東西不能只是談所謂的我今天去接待國民黨的這些權力人物，你必須要把這個小飛機撞這個中國中信大樓，你必須要把這個公布這個中國的這個所謂的海外資產。因為這個都是中美的鬥爭，而這個中美的鬥爭裡面，台灣都是裡面最重要的那一環。很多事情都涉及到中美對抗，雙方的那個明爭暗鬥啊。那不管美中雙方在什麼領域、什麼場域鬥爭到如何，最後的計算一定回到誰拿下台灣，或者台灣更靠向誰。因為現在的這個美中的競爭，一個關鍵環節是 AI， 晶片加 AI。然後呢，如果台灣倒向中國，中國贏。台灣倒向美國，美國贏。對，所以美中對抗關鍵是 AI， 關鍵是誰拿下台灣？那正好這兩件事情都在台灣，所以台灣決定美中對抗的勝負。今天台灣已經在影響大國博弈的結局，這以前我們無法想象。所以現在很多台灣的選民可能還要經過一番的那個加工，一番的國民教育，就是說讓我們明白今天我們的實質上的作用在哪裡。台灣的價值，價值影響力能夠起到什麼樣的作用？你看美國跑去跟北約國家開會，除了討論烏克蘭，他討論一個原則。反對任何一方片面以武力改變國際秩序現狀，這個叫現狀說。這個現狀說不但適用於烏克蘭，也適用於台灣，也適用於朝鮮半島。所以呢，現在全世界的一盤棋裡面，歸結到最後，表面上是美中對抗，那實質上的決定勝負的勝負手在台灣。所以你講的非常有趣，是說，為什麼中國對高市早苗在眾議院講的那句話這麼樣的一個反彈？因為剛剛講的美日安保條約，美國有義務去保護日本的安全，但日本的安全怎麼定義？什麼才是日本的安全？就是你如果影響到了台灣的安全，在高市早苗在眾議院的說法就是影響到了台灣的安全，只要中國侵犯台灣，那就是日本的唯利存亡的這個狀態。唯利存亡的事態面就是他直接影響他的國家安全，日本就會介入，日本介入的時候，美國就會依照了所謂的美日安保條約就會介入，所以美日台三方有一個大家隱而不談的這個所謂的默契，在這時候被公布出來了。這公布出來以後，中國就受不了了，中國就大力反彈。那你就注意到這個時候就有趣哦，當高市早苗講到這句話的時候，誰第一個反彈？馬英九第一個反彈。馬英九馬上講說，外國力量不可以介入兩岸的事務，就看到了蕭旭岑馬上去談到了所謂的一中憲法。所謂的一中憲法就是兩岸所謂的那是我們的內政事務，那是兩岸的事情。也就是說，你就看到當美國、日本利用這個所謂的安保條約，我要把台灣列入我的保護傘之後，你就看到了中國利用了蕭旭岑，利用了馬英九，他要在國際法上
把兩岸變成了我的國內事務，我讓國際不能插手。這個時候你就看到為什麼突然鄭麗文跑出來了？為什麼鄭麗文完全沒有任何關係的人，他馬上變成了國民黨黨主席？他就是要把這一個兩岸是一中是內政事務，把這個東西給搞清楚，讓你美日安保條約的手不能伸進來。現在美國現在又利用韓國瑜的這件事情，我要把你這個東西完全打破。所以要剛剛講到，這東西好玩跟好看的地方是，它都是環環相扣的。你講了這些一句話，台灣的水很深。我現在跟你講哈，這個北京這邊的這個所謂抗議啊，針對高市長的言論的這些強烈反應，我告訴你，全部是演假的，假議題。為什麼？中共從一開始就明白，日本是個貿易國家哈，它的那個原料能源進來哈，然後呢工業製造品輸出去。所以海上運輸線的安全事關日本的國家安全，這叫海上生命線，海上運輸的生命線，當然是台灣海峽嘛，就是這個原因嘛。所以如果丟掉台灣的話，等同於日本的國家安全在南方破一個大洞嘛，所以日本無法接受的嘛。它整個運輸是它的生命線嘛，哦，它台灣海峽是它的那個重心所在嘛，重點所在。所以台灣的安全直接關係到日本的安全，不只是因為琉球群島的西南諸島跟台灣很近啊，不只是這樣。而是整個日本的海外運輸線啊，那誰想控制“一帶一路”？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裡面的一帶哈是陸地嘛，一路是海上嘛。對，海上的話，從印度洋、阿拉伯海，經過馬六甲海峽、南海、台灣海峽，往北就華東、華北，往東北方向就是韓國、日本。所以“一帶一路”裡面其實已經讓日本跳起來。所以安倍會講那個印太地區，他說我的印太地區這4個字哈，重新不是講亞太地區，講印太地區，它有2個形容詞，叫做自由的、開放的印太地區，全文是這樣。然後這講給誰聽？講給川普。然後呢，這是第一次美國的戰略指導理論是外國領導人來推薦的，川普聽懂，川普接受，川普接受安倍的論述，才有後來的整個對中共哈那個採取強硬路線，然後開始打貿易戰，整個背景是這樣來的。那安倍什麼時候提這個？就是習近平上來以後推“一帶一路”。習近平的一帶一路立刻讓日本感同身受嘛。日本的海上運輸線就被你那個掐住了嘛，那還得了？所以日本那個時候，安倍形成那個印太地區這個觀點，戰略觀點。後來2016年，川普剛當選還沒有上任哈，他去川普大樓跟他見面，跟他講這件事情。然後呢，他說中國是個威脅。川普說你有什麼證據？安倍當時把中國的軍事預算每年成長27%這個數據攤出來，川普說 OK， 說服了，被說服了。這是外國領導人第一次用戰略觀點去改變美國的戰略部署。然後後來有一次，普京講說美國的真正威脅不是俄國，而是中國。如果美國接受這個論點的話，那美國應該是聯俄來制中，不是聯中來制俄。整個戰略觀點改變，美國的部署會改變，所以現在很多國家都企圖推銷一套新的戰略觀點來改變美國的全球一盤棋。那這點值得台灣學。現在講回來，我說為什麼中共是在演假的？因為中共從一開頭跟美國那個打開外交關係的時候，就知道台灣問題的背後就是日本問題。我講個歷史故事給你聽哈，就是1998年，我們96年第一次直選總統嘛，有這個台海會戰危機嘛哈，那是柯林頓時候。然後呢，2年後1998年，柯林頓去北京訪問，給演講，講出了一句話，叫做“美國不支持台獨”。這個時候，很多美國媒體說這個總統太年輕，只當過南方州長，不懂外交，講錯話。柯林頓說：“誰說我講錯話？我有根據。”後來2003年12月份，外交檔案解密，才知道柯林頓根據的是什麼？根據的是尼克森1972年去北京訪問的時候，跟周恩來的會談。這個會談裡面有5個要點，我們這邊只報了第1個要點。好，第1個要點是什麼呢？周恩來問尼克森，貴我兩國是不是要從事關係正常化，推動關係正常化？尼克森說 yes。就這一條，台灣有報道，就是尼克森周恩來的會談。美中將來要推動關係正常化，就這樣講。後面4條都被蓋起來，我現在講出來。第2條，他就說貴我兩國關係要正常化，那麼美國是不是從台灣撤出？叫做3條件：斷交會約、撤軍。尼克森說 yes。如果我跟你關係正常化的話，我跟台灣那邊會斷交會約、撤軍。好，第2條，到第3條來了。尼克森周恩來問尼克森，當美國從台灣撤出之後，我們擔心日本重新把手伸入台灣，請問在這一點上，美國能為我們做什麼？
尼克森的回答是這樣：我會在美日安保條約範圍內看管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阻止日本把手伸入台灣。周恩來對這個答覆滿意。然後這是第3點，第4點他問美國支不支持台獨？尼克森回答美國不支持台獨，是這樣來。然後第5點問，那麼美國支不支持台灣地位未定論？尼克森的回答說，我都要來跟你談關係正常化，哪來這個台灣地位未定論啊？是這樣。當然現在是現在哈，當年的那個外交檔案是這樣，所以克林頓講的那一句“美國不支持台獨”，源頭在於共和黨總統尼克森的一個公開表態，有根據，不是沒有根據哈。這樣解釋出來，我們才明白，周恩來從一開頭美中關係，就中共跟美國關係展開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台灣問題的背後是日本問題。所以呢，日本介入台海問題是中共心裡早就有數的事情。你今天習近平在那邊發什麼飆？我說他演假的嘛。中共早就很清楚，台灣問題現牽涉日本的國家安全。那日本的國家安全有美日安保條約在背後，美國一定介入。所以全文是這樣：日本有台灣有事就日本有事，就是美國有事；美國有事就是全世界有事。簡單講完了。所以台灣人對自己的地緣政治價值了解的不夠，動不動會被各種言論那個忽悠去了哈，糊弄去了。所以我們現在回頭看歷史這一段，就知道美國處理台灣問題，馬上涉及到中國跟日本。所以台灣的周邊有兩大勢力範圍，一邊是中國大陸，一邊是美日軍事同盟。這兩股力量如果在外面保持平衡的話，台灣沒事。所以台灣的和平是因為外面有一個僵局，就是權力的平衡。英文叫做 the balance of power 啊，權力平衡的結果，兩邊相持不下，台灣就沒事。所以台灣的任務，台灣自己的任務是經營這麼一個權力平衡的僵局。有僵局在的話，起碼兩邊都任何一方都不敢輕舉妄動啊，台灣就自然有和平。那所以台灣的威脅來自於說，如果中國的軍力超過台灣這邊太多的話，那中方可能會大膽冒險一下。如果我迅速閃電戰把台灣拿下的話，美國也無從干涉，來不及干涉等等。所以呢，現在美國應對的都是阻止中國的軍事冒險，對台灣做軍事冒險，因為這個問題太大。然後美國也覺悟到說，如果現在不介入，現在不肯付代價介入的話，那將來失去台灣之後，必然要進行奪島戰爭，就是美國、日本重新要把台灣拿回來。所以那個之前的評論家換籌會說，台灣人要選擇的是打1次還打2次啊，就是這樣來。叫明居正老師也講過說，如果今天台灣真的被中國拿去了，美國一定會想辦法再用武力再把這個所謂的台灣給再拿回去。對。所以台灣等於要被打2次嘛？打2次。對，所以呢，我們現在明白說，台灣的和平與安全是建立在境外兩大勢力的平衡跟僵局上面。那所以呢，台灣本身要爭取的是足夠的時間跟空間，維護自己的安全，不只是維護台灣安全，你等於在維護中華民國的國家安全，這是同一件事情。那賴清德總統補充一下哈，賴清德總統知道看懂這件事情，所以他要把原來的獨派跟中華民國派合起來。叫做台派。其實這個是應該是蔡英文開始的了啊。對，然後現在問題是這樣啊，就是說賴清德講團結的意思，其實就是要把原來獨派跟中華民國派是勢不兩立的，這兩股在台灣的安全這一點上聯合起來，大家在這一點上有共識，不要在那邊鬥來鬥去，因為早期的獨派的論述是要推翻中華民國這個體制的。其實這個是李登輝路線了，應該這樣講，他長期來看的話，這是李登輝路線。李登輝是要把中華民國跟整個的台灣完全拉在一起。不過你剛剛講的一個東西，我覺得很有趣，是說台灣一直會有一些以美論。其實這個以美論，其實剛剛講就跟你講的尼克森的那一段是有關係的。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當中美國的看門狗，我今天幫你犧牲很多。我們知道當時有什麼黑貓中隊啊，什麼的所謂的黑蝙蝠中隊啦，當時我們的人還幫你去打仗。我們幫你出生入死，幫你守住台灣這一塊的地方。可是你居然尼克森居然就這樣把台灣給賣掉。我們大家都知道尼克森把台灣賣掉，可是關鍵在哪裡？就關鍵在於說，當時是你美國的戰略，美國的戰略當時叫聯中制俄，當時聯中制蘇。當時美國最大的敵人是蘇聯，而且蘇聯對美國的確也造成威脅。是美國知道珍寶島戰爭，珍寶島戰役知道的中蘇之間有矛盾。中蘇之間有打仗，所以他才從巴基斯坦，就是尼克森才從巴基斯坦假裝肚子痛，跑去跟這個所謂的周恩來見面，才有你剛剛的那份對話。有了那個對話之後，他只要確保我只有把中國拉下水，拉到我的同盟，我才有辦法，就按照布里斯金斯基講的那個大棋局的那個概念，掌握了這個所謂的這個俄羅斯的這個所謂的南一邊，
我去控制蘇聯。可是現在不一樣啊，現在的重點是美國最大的敵人是中國，他反而是要聯俄制中，這個的局勢是跟當年的局勢是完全不一樣的。哎，對，你提到布里斯新世紀那個大棋盤裡面有一個論述，就是關於西方歐洲這邊，德國跟法國本來是世仇，他們現在要親善。OK， 美國的立場是讓他們友好就好，不要搞到同盟。對。然後呢，中日這邊是敵對的，美國讓他們敵對就好，不要搞到開戰。你知道為什麼？因為中日如果開戰的話，一定打到一個輸贏，分出輸贏，然後輸的一方會向贏的一方臣服。中日這兩個民族的生命力都很強，如果他們整合起來的話，美國非常難對付。所以美國不要讓中日去開戰，但是讓他們整天敵對就好。所以當時有，然後呢，美國再把中東地區空出來，美國不要介入，讓各股勢力進來角逐，包括歐洲，包括俄國，包括中國，甚至包括印度大家進來角逐。然後呢，因為中東地區是帝國的墳場，所以美國就撤出來，讓他們角逐，到最後消耗的差不多了，美國再進來。當時有這樣的一個全球一盤棋的指導方針，用到現在嘛，也還馬馬虎虎還可以用。然後現在產生的一個問題，就是你提到的，美國在地緣政治上其實是重新界定台灣。然後呢，重新界定台灣的話，第一個，台灣不只是那個牽涉到日本的國家安全。就是我們做個比喻啦，日本如果是一隻螃蟹的話，它的兩隻腳是朝鮮半島跟台灣，然後所以呢，日本的安全首先要防守朝鮮半島跟台灣，這也是為什麼當初美國在南韓跟台灣都有駐軍啊，其實是在看管日本，也是防守日本。那現在的話，那個美國現在重視台灣的價值超過朝鮮半島，以前是朝鮮半島的價值超過台灣，沒錯。那現在反過來，那因為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沒錯；台灣是日本的核心利益，沒錯；台灣也是美國的核心利益，沒錯。所以才會造成說今天台灣有一種東也不是西也不是的一個奇怪的局面每一個人都想拿下台灣，像中國是想能夠統一台灣最好，萬一不行，要阻止台灣倒向日本。然後呢，日本能夠重新把台灣拿過來最好，萬一不行，要阻止台灣倒向中國。然後最後中國跟日本都拿不下台灣。也都不希望台灣倒向對手，對不對？所以接受台灣倒向美國，由美國來看管台灣。然後美國看管台灣，產生一個很大的地緣政治價值，就是美國用台灣牽制了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也用台灣牽制了當年是第二大、第三大發達國家，現在是第三大的日本。全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對美國能提供這麼重大的地緣政治價值。我告訴你，以色列都辦不到。對，美國拿個台灣多好用啊！日本強的時候，台灣靠向中國一點，中國強的時候，台灣靠向日本一點。台灣只要在美國手裡的話，對美國來講，全球這個戰略的話輕鬆很多。如果你沒有台灣的話，那很嚴重，負擔很重啊。那你有了台灣的話，你一方面中國還沒有崛起的時候，你拿台灣牽制日本。當年在台灣發展半導體產業之前，誰是半導體產業大國？日本呢？日本。然後美國活生生把日本的半導體產業打下去以後，移來台灣。所以那個時候 RCA 開始那個培養台灣的半導體人才。後來的話，80年代聯電成立，後來1987年台積電成立。所以美國逐漸的把半導體產業從日本移來台灣。然後台灣也很爭氣，當時的財經內閣包括蔣經國本人對不對？很努力的來推半導體，然後呢，當時有很多工程界的人，有外省人、本省人都有，算是那個很團結的、一致的，要來為台灣打造一個半導體產業，然後後來他還說因為台灣有半導體產業，美國要來重視台灣、協防台灣，不是嘛？因為在這個之前，美國就在協防台灣了嘛？為什麼？因為原始價值在地緣政治，那地緣政治對中國來講，台灣太重要；對日本來講，台灣太重要；對美國來講，第一島鏈對美國來講太重要。所以台灣的原始價值在於它的地緣政治，第二個價值在於它的產業鏈，關鍵產業的產業鏈；第三個價值在於它的那個民主價值鏈，民主自由的價值鏈。那這個民主自由非常重要，因為它對手是專制。專制為什麼重要？因為美國現在終於看懂為什麼一開始聯中制蘇，後來那個和平演變，對中國的兩個外交理論嘛，蘇聯解體之後叫做和平演變，是說把中國拉進全球化以後創造的經濟利益可能會讓中產階級崛起，公民社會成型，有助於中國內部走向轉型，走向民主化、自由化，更加開放。那這個和平演變論失敗嘛？為什麼？因為權力可以對利益進行重分配，所以因為
加入全球化取得的經濟利益被掌握權力的權貴階級沖分配掉了，所以中國沒有真正看到經濟轉型。美國現在發現和平演變論失敗，所以才對中國轉成強硬，轉成對抗，從和解轉成對抗是這樣來。那聯繫到國民黨怎樣呢？他調時差調太慢。美國在跟中共和解的時候，我們還在堅決反共。對，等到呢2005年連戰去北京，好，國民黨要跟共產黨和解的時候，一陣子而已。經過馬英九，對不對？等到了那個川普起來的時候，川普已經發現中國是威脅了，對，開始轉成美中對抗，由和解走成對抗。奧巴馬時期還是和解啊。其實奧巴馬後面後面2年已經變了，他已經要變了，他要戰略轉移了。奧巴馬前6年還在和解，後面2年變了。他其實變了。對，沒有錯，你講的沒錯。然後呢，等到川普1.0的時候，就美國改了。那個時候國民黨還在跟共產黨熱得很，所以美國現在已經進入反共的年代，你現在國民黨還在親共，他的調時差調太慢，出現在這個問題。如果今天國民黨回到蔣經國那個年代，6個字：反共、親美、保台，就堅決反共，你國民黨很有可能重新拿回政權。現在不是，現在沒有人相信你反共。那你知道哈，國民黨不反共親共的結果，他在共產黨眼中沒有價值。你知道為什麼？你反共的結果，你有票，你有票的結果，共產黨重視你，必須跟你談，你才有親共的價值。所以你不反共，你不能親共。那你親共以後，你不反共嘛？你親共以後，你就沒有價值。你沒有價值，共產黨甩你幹什麼？所以呢，國民黨選擇了一個錯誤的道路，錯誤的戰略道路。這次韓國瑜去了美國，然後呢，這次是等於回來以後，本來卡住了這個無人機的這個所謂的條例，特別條例，現在也要鬆綁了，甚至說它的這個最高上限也比這個行政院版來的更高。它現在這個部分會改變嗎？應該可能性蠻大，有可能。為什麼？因為在烏克蘭戰爭裡面，台灣做的無人機、攻擊型無人機已經在使用，現場使用以後，很多烏克蘭提供很多參數，很多具體使用上的一些參數，然後台灣這邊的生產商就開始更新，update， 把這個有相關的數據跟功能能夠再改進改良。所以台灣跟烏克蘭現在其實都是無人機的大國，然後台灣有足夠的產業鏈。現在據說一個新的進步是什麼呢？就是讓無人機很輕，所以在空中可以停留比較久。那這個輕的那個碳纖複合材料台灣有，所以現在的無人機可以用新的材料，它堅固而且它那個輕嘛所以呢你可以飛得停留的比較久那個實用性更強，戰鬥力更強。那台灣的無人機其實不需要完全靠本國的國防預算，有國防預算當然很好。但是呢，美國可以對台灣的無人機下單了，波蘭、捷克可以下單了，然後呢，運給烏克蘭用嘛。沒錯。然後美國可以一年要700萬台，那個700萬很大的量原來是4萬架，後來升級為20萬架。對。國防特別預算裡面談20萬架，20萬架已經讓我們的無人機產業直接漲停板了，漲2根3根停板去了。不，我是說烏克蘭一年生產無人機要到700萬台，800萬架，800萬。它變成歐洲最大的無人機國，因為它實際使用的結果發現很多問題，發現說什麼功能它有需要它實際上是變成一個從需求端得到這些資訊的，然後台灣是生產端，對不對？過來，那請問你有個可能性，美國對台灣的無人機下單，然後呢軍事援助給台灣行不行？當然可以對呀，我說武器系統不是重點，重點是美國出題目拿武器系統來考國民党，來了解你的政治態度是什麼，你是親中親美，你表個態。所以呢，現在韓國瑜最後讓他7800億通過以後，後面的話其實還有補救空間，對，美國才會乾脆把你拉過來給你甜頭，也給你壓力。現在韓國瑜可能回來的話，可能看看立法院是不是對無人機的預算這邊等於說他要放了，也就是說上個禮拜。這個韓國瑜不在台灣的時候，那個藍白就把你卡住，然後大家講說，怎麼可以給韓國瑜難堪？沒有，當韓國瑜回來了以後，他們提了一個他們自己新版的這個說無人機的這個條例，比這個行政院版還多了很多錢，就代表說我今天已經，我覺得現在在韓國瑜跟鄭麗文在爭奪國民黨這個所謂的主導權上面，很明顯的韓國瑜已經佔了上風了AIT 處長以及 AIT 單位裡面有一些科技的調查的完全知道一件事情，台灣中部地區有龐大的工具機產業、無人機產業、零組件產業等等，在中部，然後中部是有選票的。對啊。然後呢，這一次國民黨把7800億據說是美國部分全部過，然後台灣產業的部分就擋下來。對。其實擋下來是晚一點，還是要過？為什麼？那個有選票嘛。那個全部是你擋自己人的生意，那個開什麼玩笑？你就講江啟臣講的就很妙嘛。因為我們現在的無人機的這個園區是在嘉義嘛，
那江啟臣就很火大，因為我們的工具機的重鎮在哪？在台中嘛。結果你無人機你不在台中，你在嘉義，你讓台中人沒得賺，就代表說你今天無人機不在，你不要說有沒有無人機哦，你無人機在哪裡，對江啟臣來講都已經造成壓力了。那個是選票壓力啊。你講到這裡，先補充一句哈，國民黨裡面誰是親美派？凡是要面對選民檢驗的，要投入選舉的，都親美派；凡是不用選舉的，沒有包袱的，像鄭麗文、像蕭旭岑這種不用面對選民檢驗的，都親中派。好，這補充一下。那現在美國了解台灣中部這邊你擋下來的無人機預算，傷害的是台灣中部這些業者。這些業者當然本來支持國民黨，現在跟國民黨講，你再這樣搞下去的話，他就要翻臉。所以國民黨遲早要面對這個局面，你還要不要這些選票嘛？很簡單嘛。如果要的話，要改嘛；改的話要做得漂亮嘛。其實國民黨應該了解怎麼做在野黨，就是執政黨不可能什麼都錯了，那執政黨對的政策你怎麼辦？你去贊成他，好像不符合你反對黨，對不對？我告訴你，他應該做怎麼做？加碼。對，他應該加碼，就是說，民進黨說普發3000，你喊5000嘛，那過的話你的功勞嘛，沒過的話，對不對？你知道，在美國有一本非常有名的書是在講雷根時代。雷根時代裡面的國會政治，他講雷根時代國會政治裡面講，你剛才講的非常多，重要的是。真正高明，我要去阻擋執政黨的這個所謂的法案，不是把它 reject 掉，是我把它拿進來以後，東改西改，改成我要的法案，對我有利的法案，這才是美國國會在玩的遊戲。就是說我更好地照顧到我的選區選民，然後讓我的選區選民肯定我的那個貢獻，對，然後呢，執政黨也過了，可是呢，我在野黨也得分，是這樣玩才對嘛？那比如說民進黨的政府推的無人機預算假定是20億，你喊成30億、50億嘛，那我們的業者接的單更大了嘛，當然支持你嘛。這個這麼簡單的邏輯，我不曉得為什麼國民黨到現在還沒搞清楚，他不懂得怎麼做在野黨嘛。到現在，好，那我們開始講說，在我們節目常常講，這個世界是一盤棋，而且剛剛講台灣很微妙是，不管在 AI 產業或者是在地緣政治產業裡面，台灣都站在最核心的位置，所以對台灣來講，其實沒什麼大事小事，對台灣來講。都是至關我們生存發展重要。我們一開始在談，就是一個北京朝陽區一棟大樓被炸，你想關我們什麼事？沒有，那個是代表了中國的國家安全，那是北京的國家安全。那北京國家安全出問題了以後，它會不會對軍方產生那個所謂的掃蕩，就是所謂的清洗？而這個清洗跟台灣就有密切的關係。那現在美國要去公布這個所謂的中國這個所謂的倉位這些資產，這對牽涉它內部的政治至關重要，更不用講。美國對於韓國瑜跟鄭麗文完全不同的差別待遇，你也看到現在國民黨開始的轉向，而這個轉向你就看到中國國民黨現在幹嘛？已經很清楚提出他們自己的黨版，而且他們自己的黨版，他們這個藍白之間的這個所謂的無人機的法案，比這個所謂的民進黨比民進黨比行政院還要來得更寬鬆，來的這個所謂的金額更高，就開始代表什麼？世界正在改變，而台灣正在其中。非常謝謝佳龍參與我們討論，謝謝佳龍。謝謝大家。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8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那你如果說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們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制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
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在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